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啊！今天是周一，大年初九了。我们首先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呢目前是一个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压力位，但同时呢，我们看到这轮行情从1月20日的这根悟空阳线为多头方向的一个起点，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组，走沙僧阳线，那么目前呢正在出现这个唐僧阳线的势力范围，但是接近前高。所以呢，面临压力，面临调整的一个压力。所以呢，对于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压力位附近啊，是它处在一个矛盾多空矛盾产生分歧的一个位置。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要小心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回调。同时呢，接近2月，美股要有一个加息会议，有非农数据公布啊，所以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对于多头来说要小心提防美股回调引发的比特币的回调。那连续几个交易日啊，比特币是不断创出新高，特别是在昨天创出了接近$24,000的一个高点。那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啊，从1月11日开始了一个悟空阳线，这根悟空阳线呢突破了9月份波峰形成的一个高点位置，也就是$17,500。突破之后呢，出现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连续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19,500形成了一个从去年6到11月份形成的一个重要压力位啊。这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宣告结束，结束之后开始小日线级别调整，进行了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首先我们看到1月20日的这根阳线是标志性的阳线，也叫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出现了连续的接近10个交易日的震荡，震荡之后呢，在昨天也就是1月29日走出了成功走出了一个八戒阳线。这样的话呢，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就有一个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预期之后，目标点位，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目标点位大概是在$27,000。同时呢，这两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可能会构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目标点位也是接近$27,000、$28,000这样的一个位置。一直以来，我和别的 UP 主不同的是我一直坚持我的多头方向根据的就是我们 K 线西欧战法。我们看调整是有的，这些调整的过程呢，让很多多头都产生担心，包括很多 UP 主都发生了一些担心有的时候行情突然出现一个十字星有的人会说了十字星来了，行情可能会要出现下跌，但目前的趋势你要端正这个趋势呢是上涨趋势，在上涨趋势的过程当中，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欧战法，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它会有一个小日线级别调整。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过程当中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主要人物，比如说悟空阳线走完之后，它要做一轮调整，那么这轮调整只要不跌破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线就可以继续拿一拿。那么目前来看，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支撑线呢，是围绕小时线级别的140均线、169均线做文章的，一直在这个小时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上方运行。所以呢，这个位置也是你的开仓点位，也是一个你在下面布局一个止损的一个位置。在哪个位置做止损呢？我们看到当前行情当中，黄色线和绿色线是小日线级别144、169均线，这个是一个开仓的位置。那么止损的位置，你下移到这个前面23年1月14日到1月19日这个波峰连线连过来这个位置，就可以作为一个止损位。这个位置跌破之后它的最后一道防线宣告失败，你要把这个仓位控制出来减仓，耐心等待行情出现低点之后，再做这个多空的一个判断再做这个多空的一个选择。总而言之呢，你再以144均线和169均线小日线级别的144、169做进场动作之后，你要设置止损，这个止损的位置就是波峰连线这个小日线级别波峰连线构成的这个支撑位附近。这样的话呢，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你知道目前是一个多头的趋势。通过这个小时线级别的这个细节化的一些分析，你能够找到止损位置和进场位置和这个止盈的位置这样的话，你就能把握趋势在趋势当中获利这种获利模式得到的获利程度是远高于你在行情波动当中震荡过程当中追涨杀跌所能得到的利润。
那么我还是坚持认为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目前处在一个支撑位啊。我们看到这个交易对啊，做了一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目前打到0.068附近的这个支撑位。那在支撑位附近很容易出现的是反弹。那如果以太坊和 BTC 的这个交易对啊出现反弹，那么以太坊可能会出现未来一个领涨结构。那么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我们看到啊，首先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做一个调整，调整完成之后啊，在1月20日同步了比特币做了一个新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接力式的调整，这个调整过程我们可以切到4小时级别上来看。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它形成了一个白色线画出来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目前已经接近焦点，那么就是一个变盘的位置。那么前面这个位置有一个突破性的结构，那在突破结构出现之后，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那日线级别上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呢，这是一个悟空阳线组啊，悟空阳线走来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可以作为一个干扰性的 K 线。干扰 K 线结束之后，调整结束之后，就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的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它的第2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通过合并 K 线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那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仍处在一个8节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上方呢可能会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我们给出了以太坊的目标点位啊，接近$2000这样的一个筹码密集区。那么除了关注技术面的比特币和以太坊之外啊，我们还时刻关注的是啊这个消息面的一些影响因素。那么昨天啊，币安的老大 CZ 啊突然宣布要支持 VR， 那 VR 就是虚拟现实啊 ，AR 是增强现实 ，VR 是虚拟现实啊，记住啊。那支持 VR 之后呢 ，VR 相关的板块啊，包括这个 NFT 板块啊，包括 GameFi 板块啊都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上拉动作啊，特别是独立的 VR 板块啊，这个项目啊就是专门搞 VR 的啊，这些板块呢，我们看到领涨的币种啊，就是我们 HIGH 这个币种。那在这个币种的上涨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在币安或者 iCoin 的热点频道当中啊，涨幅频道当中迅速对它进行追踪。那么通过小日线的分析啊，我们看到啊，它的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先看一下日线级别啊，日线级别我们看到底部出现了一个跌破144、跌破169之后啊，然后缓涨之后呢，我们看昨天在小日线级别啊，已经切换到小日线级别了，在这个级别上，1月29日，昨天16点突然出现了一个急速拉升动作，这个拉升的涨幅非常强啊，达到了22.84%，急速上涨之后。对于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来说啊，它是一个悟空阳线。那么在小日线级别有悟空阳线之后啊，我们要分析它的8节阳线啊。8节阳线呢，它是一组 K 线，有了8节阳线之后，后面2根是干扰性 K 线，然后走沙僧阳线组，同样的是通过合并 K 线啊，把这组 K 线作为沙僧阳线组，然后是唐僧阳线。一组小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涨幅啊，从底下来啊。它的一个最大上涨幅度达到109%，这样的急速上涨呢，我们认为啊也是可以布局的。那布局的方式呢有2种啊，一种是网格式布局啊，就是把这个划分成网格，本身呢这个 iCoin 的这个 K 线系统里面就有网格啊，你通过这种网格，比如说在第一个网格上$2.7啊布局一个仓位啊，然后2.4平均的布局仓位。还有一种布局方式啊，分仓式进场方式，你可以通过马丁，比如说目前价格3.1，在3.1的这个仓位上布局5%的仓位啊，然后在2.7的这个位置上布局10%的仓位，然后在2.4的这个位置上啊再翻倍布局40%的仓位啊，再往下呢。你可以布局剩余的25%的仓位啊，通过马丁的布局，当然了，我们这个马丁策略呢是一个仿马丁策略啊，因为马丁式布局是你每下降一个每下跌一定的程度啊，布局是要翻倍的。但是你的资金有限，你一个仓位呢，把它分成100份之后啊，就是类似于我们的这种布局方式啊，你没有办法做到无限的资金去进场的话啊，去布局的话，你就要用这种仿造的高仿的类似的马丁仓位去布局啊。那么通过这2种方式呢，我认为是应用马丁的策略获利几乎是
可以达到70%以上的获利啊，因为行情当中有的币种呢，特别是在急涨之后啊，急跌啊，它的急跌幅度是非常大的。如果跌破你最终的一个仓位，那你肯定是要受到亏损的。但是，一般在趋势获利当中，很少有跌破你最终的这个布局仓位的。所以呢，通过马丁的这种形式啊，主动性进套，主动性建仓啊，我认为来的比网格的方式要好聪明一些。那很多聪明资金呢，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建仓的啊。重点是把握趋势，分布式进场啊，然后设置止盈和止损。那通过马丁这种方式呢，我认为你尽量也要设计一个止损啊，最后一个止损位就是设置在你最后一个仓位向下5%或者10%这个位置啊，一定要积极的止损，这样呢，在保证你绝大部分本金的情况下啊，才能谈获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一些交易日板块轮动呢，它是比较快的。在这个比特币行情稳定上行或者出现震荡的情况下，一些热点板块呢往往会出现轮动现象。它在轮动之后呢，我们关注到啊，减产币板块，特别是23年的减产币板块，包括 LTC， 包括达世，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上涨幅度。那么 LTC 呢，目前涨幅几乎是翻倍的，但是达世在这里面啊，它的上涨是落后的。那目前为止，在日线级别上，达世始终处在一个这个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0均线以上方运行。那在上方运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调到周线之后，目前没有明显看到达世这个减产币种出现一个明显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收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收的一个悟空阳线。所以呢，在周线级别的这个角度，我给出达世的目标位是在$100附近，同时呢没有出现悟空阳线啊，我认为它是落后于比特币、落后于 LTC 的上涨的，因此呢，布局达世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达世在比特币快速微调的情况下冲出了一个接近新高所以呢，对于达世来说目前表现还可以因此呢，可以缓慢的对达世进行一定的布局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个一键3连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 K 线吸收战法，知道我们 K 线吸收战法，感谢大家，再见。